你的信用卡賬單可能改寫美國金融史。朋友們，如果我告訴你，川普一句話能讓摩根大通、美國銀行這些金融巨鱷一夜之間蒸發數百億市值，同時讓一家叫索菲科技的小公司成為最大的贏家，你信嗎？更瘋狂的是，這場風暴的導火索就藏在你我每個月還款時咬牙切齒的那張信用卡賬單裡。1月14日，也就是明天盤前 ，CPI 數據即將公布。但今天我要告訴你的不是那個市场共識的2.7%的通膨率，而是一個更劲爆的故事。當美國政府決定給信用卡利率戴上10%的手銬時，整個金融食物鏈將被徹底重構。信用卡利率上限等於銀行業的核彈級攻擊。讓我們一起用數據來看一下這個政策。美國信用卡平均利率目前在20%到25%之間。而川普提議在1年內把上限壓到10%，這就像你開餐廳收100塊錢一碗的牛肉麵，政府突然規定以後只能收50塊了，你覺得這家店還能開得下去嗎 ？Capital One 第一資本，它的大用戶已經用腳去投票了，價值50萬美元的看跌期權，執行價呢210美元，6月到期，目前已經獲利。那這些聰明錢正在告訴我們什麼呢？金融股的寒冬才剛剛開始。本周將会是關鍵的時刻。1月14日周二，摩根大通財報；1月15日周三，花旗、富國銀行、美國銀行；1月16日周四，高盛、摩根士丹利。這些財報會不會成為最後的晚餐呢？市場正在屏息以待。但故事還沒有完，誰會從中崛起呢？答案是索菲科技。這家公司的個人貸款利率本來就是在10%到12%區間。當信用卡被政府嚴格後，那消費者會怎麼做呢？當然是跑去申請個人貸款來還信用卡。這就像其他餐廳被限价着50塊，而你本來就賣60塊的良心店，突然就變成了市场的唯一選擇。那更妙的是，索菲在去年12月剛刚完成增資，資產負債表強化完畢，就等着這波再融資浪潮來大展拳腳呢。CEO 已經明確表態，信用卡再融資市場我們要了。接下來我們一起來看看 AI 基建狂潮 Meta 打造的數位帝國煉鋼廠。如果我說金融股的故事是冰與火之歌，那 AI 算力股的劇本就是狂飆。Meta 的終極野心不只是元宇宙，而是數位能源霸主。馬克·祖克伯剛剛丟出了一則重磅消息 ，Meta Compute 計劃，聽起來很學術是吧？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Meta 要在2035年前建設66億瓦的核能電站，專門供應 AI 算力中心。那這是什麼概念呢？相當於6座大型核電厂的發電量，全部用来餵養 AI 服務器。這不是嘴炮啊 ！Meta 已經跟3家核能公司簽約了 ，Vistra、TerraPower、OKLO。這不是玩票，這是重新定義雲端運算的產業革命。誰會從這場盛宴中分一杯羹呢 ？CoreWeave 單日漲幅13.8%， Nebius 漲了10.4%， Iron 漲了9.7%。這些你可能連名字都沒聽過的公司，正在成為 AI 時代的新貴族。為什麼呢？因為 Meta 正在建造的不只是自用的算力中心，而是未來可能会对外開放的 Meta Cloud。想象一個比 AWS 亞馬遜雲端更專注於 AI 的雲服務器巨獸，潛在市值500到1000億美元。Meta 的股價被嚴重低估了嗎？在這個7大科技巨頭中 ，Meta 的本益比只有22.9倍，是估值最便宜的。當其他科技股都飛在天上 ，Meta 卻像一輛還沒有發動的超跑。現在祖克伯踩下油門了，接下來呢？再一個就是谷歌的甜蜜交易與市值里程碑，每年10億美元買下 Siri 的靈魂。蘋果和谷歌達成協議，未來數年，蘋果每年會支付谷歌約10億美元，讓 Gemini AI 整合進 Siri。那這筆交易妙在哪裡呢？谷歌不只拿到真金白銀，更重要的是數據。每一個 iPhone 用戶對 Siri 的提問都將成為訓練 Gemini 的燃料。這就像你開健身房，不只收会員費，還能免費研究所有会員的運動習慣來改良課程。谷歌股價剛剛突破4兆美元市值，技術面上呢，在這個334到336上有大量的賣壓，但是突破後，下一站就是340美金。市场上有一個信號，中概股正在鹹魚翻身，資金正在悄悄回流。
阿里巴巴漲了10.4%，京東啊涨了4%，好未来呢涨了10.35%。这不是偶然，京東啊突破了近期震荡区间，大资金正在28.5块底部建仓2月到期的看涨期权。那 TAL 有一笔370万美元的看涨期权，8月到期。历史上这种讯号出现后啊，曾连續5天上漲。貿易戰的意外和解，美台貿易協議剛剛公布，台灣關稅也從20%降至15%，和這個南韓和日本持平。雖然半導體和多數電子產品啊已經豁免了，但這釋放了一個訊號，川普的關稅牌可能比表面看起來更有彈性。最高法院將在1月15日裁決關稅合法性，市場預測69.1%的幾率裁定違法。川普自己都說，如果輸了我們就完了，因為可能還要退還數兆美元。這個不確定性反而讓中概股成了超跌反彈的最佳目標。再一個，多鄰國的成長焦慮，當增長從35.7%掉到了30%，多鄰國啊剛剛公布第4季初步數據，日活躍用戶增長約30%，前一季呢是35.7%，再前一季是39.8%，看出問題了嗎？增長在加速放緩。這就像你開奶茶店，第一個月呢多了100個客人，第二個月多了80個，第3個月呢多了60個。雖然還在漲，但是速度呢越來越慢，投資人就會開始恐慌，股價呢應聲暴跌8.6%。但是這裡有一個反向思考，訂閱收入其實達到指引高端，高利潤率的商業模式沒變，估值呢已經大幅修正。如果你相信語言學習永不過時，這可能是一個撿便宜的機會。明天的 CPI 決定下周的命運。歷史規律告訴我們，過去4次 CPI 公布當天呢，標普500的回報率在0.79%到1.13%之間，62%的幾率收漲，5天後更有70%的幾率收漲。但這次不同在哪裡呢？通膨若高於預期啊，高於2.8%到3.0%的話，降息預期啊會破滅，成長股啊會承壓。聯準會95%的幾率維持利率不變，在這個1月28日會議上。那市場呢已經定價了，除非 CPI 暴雷。標普500在694有關鍵支撐，跌破呢就要看向689到690。更詭異的是，黃金和白銀都創了新高，避險資產狂飆，代表聰明錢對美股的信心正在動搖。接下來說我們散戶的3條生存的法則。第一呢，就是不要跟趨勢去作對。AI 基建是未來5到10年的主旋律。Meta、CoreWeave、Nebius 這些布局核心基建的公司就是這個時代的鐵路大亨。第二個法則呢，就是政策風險等於超額收益的來源。10%的信用卡利率上限如果通過，索菲就是最大的贏家；如果被推翻，金融股反彈，不確定性本身就是交易機會。法則3，別被單日波動嚇跑。多鄰國跌了8.6%，不代表公司完蛋了，可能只是市場過度反應。京東突破區間後連續上漲，也不代表會一路漲到天上去。持有邏輯比價格波動更重要。最後的最後，我再跟大家分享一個殘酷的真相：明天的 CPI 公布後，無論漲跌，真正賺錢的永遠是那些提前做好功課、理解底層邏輯、敢於在不確定性中下注的人。這篇文章給了你地圖，但是走哪條路你還得自己決定。市場啊不會獎勵旁觀者，只會獎勵行動者。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節目的所有內容，不要忘記點讚、訂閱、轉發。我是老林，我們下期再見，拜拜。